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乾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另外是前海军舰舰长吕礼诗，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另外是时事评论员胡文琪，钱子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美伊之间暂时停火了，可是又发生了零星的冲突，包括在5月8号凌晨，根据媒体报道，伊朗的南部还有港口传出好多次的爆炸声。那伊朗这边是控诉说，美国违反了停火协议去袭击他们的港口。伊朗这边呢，他们说他们进行了反击，严重的损毁了美国的军舰。那另外，我们看到川普的回应是他说我们的美国军舰已经在炮火下穿越了荷姆兹海峡，而且你伊朗派出的这些无人机不堪一击，像蝴蝶一般像蝴蝶坠落在坟墓一样，纷纷倒下完完全全没有任何的杀伤力这是川普的原文。他说伊朗还向美国的海军来做一些发射飞弹的作用，可是都被拦截了。那无人机在空中就被烧毁了，美丽的坠落海面，就像蝴蝶坠向自己的坟墓这个某种程度他在讥笑伊朗。你看看，你的这个飞弹没有用，你的无人机也没有用。那我们看到，透过 NASA 的卫星数据显示了，荷姆兹海峡的确这个附近有发生火灾这是根据于伊朗革命卫队他们说，他们向这个美国的3艘驱逐舰来攻击，所以他们的驱逐舰，也就是美军的驱逐舰受损了。所以你看到这个位置在这里，这是 NASA 的卫星数据。那在黑暗中，这是透过伊朗这边的视角看到的这个茫茫大海，黑暗中的大海里面看到有一只船正在燃烧，然后加速离开那我们再看到呢，包括伊朗军方现在说，他们把重型的飞弹都给调集在一起了。在停火协议破裂之后呢，他们会做一个让全世界害怕的事情，让全世界包括美国还有以色列敌对势力铭记数百年的重大事件。伊朗会怎么做呢？我们现在不知道。可是呢，川普他又说了，美伊之间有这样零星的开火，他说这是小打小闹。这个跟所谓停火协议没有这个撕毁还是有效他说是小打小闹。那另外呢，他这个并不承认他不承认说他们的美军有什么样的一个损害。那他也说呢，停火协议有效这个打击是调情式的小打小闹，谁跟你调情我们再来看看。美国的盟友现在看起来也一直被波及，包括这一个国家我们看到阿联酋真的很倒霉它不断的被伊朗锁定。伊朗向阿联酋发射了新一轮的飞弹跟无人机的攻击，杜拜防空系统启动了我们看到呢，它证实了红色警报响起代表的是飞弹的威胁来临，包括这些市民朋友这个各种的人在阿联酋他们都收到这样 alert 就是飞弹来袭空中弹道飞弹还有这个巡航飞弹无人机一直往这个国家来袭。那我们可以看到，包括有5架美国的空中加油机从阿布达比南边的空军基地起飞之后，往阿联酋上空执行任务，所以伊朗怀疑美军凌晨的攻势很可能就是从阿联酋这个出发的所以他也对阿联酋锁定，并且做了相关的攻击。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包括所谓的自由计划，不是才实施了2天48小时之后就暂停了吗？那现在我们看到沙国跟科威特说，他们解除了一些对美军的限制包括他们的领空还有基地的限制，所以现在又要恢复了。这个所谓自由航行计划呢，是美国他在荷姆兹他说呢，要仰赖大规模的机队来保护这些商船免于受到伊朗的飞弹跟无人机的攻击所以他们极度的要依赖沙国还有科威特的基地跟领空来执行这项任务，而且他们说这项任务开始重启了。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看看呢，这个伊朗的回击能力到底如外界说的，它的回击能力很低吗？还是说它还有一定的这个武力包括中情局他们说，伊朗还是有在战前70%的飞弹，足以应付
数个月的封锁。那《华盛顿邮报》呢，它引述了美国官员的说法，伊朗已经恢复到战前75%的移动发动车库存，还有70%的飞弹库存。伊朗成功重启了地下飞弹的储存设施哦，所以意思就是说，伊朗的战力还是很难小看的哦。所以这场战争看起来很难停止。美国发动的对伊朗的这场战争真的是歹戏拖棚了哈，真的很难看。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因为伊朗绝对不屈服。那刚刚您也介绍了 CIA 啊，他们经过缜密的情报的收集跟分析，他们认为伊朗是有效的把他的空军的实力保存了，所以他应该还有2/3的空军的实力。也就是说，他的战斗机虽然老旧，但是它藏得很好。并没有被摧毁，它的导弹也恢复它的作战力了。也就是说，不但是导弹的数量的库存够，另外它的发射载具因为你导弹要有发射器嘛，那个载具也恢复到2%这个2/3的7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力量。那无人机他们没办法计算，因为无人机他们不知道他们还有多少，因为他们认为在地下的生产线好像也在开动中。那只要它有足够的原料，只要它有足够的关键的零组件，它就可以一直建构起这些无人机来。所以看起来这个伊朗是绝对不会屈服了。那伊朗绝对不会屈服，你透过封锁，伊朗的经济受到严重的影响，通货膨胀很严重，货币贬值的很严重。但是由于它的农业可以自给自足，所以它的人民不会陷入大饥荒。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他目前来讲，他不会屈服，不会屈服。那你川普他又不能撤军，因为如果他不屈服，而也没达成协议，然后也没有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让步安排，然后就把部队就撤回美国，他会被民主党会被在野党批到体无完肤，他也会被美国的国民跟全世界嘲笑。所以现在川普被僵在那个地方，他希望有一个强而有力的斡旋者。那之前是巴基斯坦出来斡旋，可是巴基斯坦不是强而有力的，巴基斯坦是有关系的斡旋者，但是不是强而有力，所以他希望的是中国大陆出来帮忙这个我想这个是贝森特跟卢比奥还有川普都呼吁说，可不可以请中国出来帮忙这样的一个情况。好，这是美国。其实伊朗也想停战，但是问题是你美国没有撤军，美国没有说我永久互不侵犯条约跟你签了，那他就不可能解除对于这个赫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他不解除赫尔木兹海峡的封锁，美国也不解除对伊朗的封锁，又僵在那个地方了。美国不撤军，伊朗就跟你打得没完没了。这样的情形对伊朗来讲也苦不堪言，所以伊朗的外长也飞到了北京，也请中国大陆出来调停斡旋，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个办法。不过在马上即将到来的就是川普要到北京访问之前，目前的情况看起来，川普自己在说大话了，说什么哎呀14点协议1页的这个主张都已经是差不多了然后应该是在我去北京之前可以谈，但是看起来好像不是那样，因为1页之间又变了，那又变了，又打起来了，大家就说那会不会扩大？因为我们都知道战争有个螺旋的现象嘛，有的时候是越打越大。可是目前看起来，伊朗也似乎有所节制，美国也有所节制，所以川普才会说小打小闹。但是我觉得川普的这一次的动作对川普来说没有好处，原因很简单，一架无人机2万美元，是2万。可是您知道标6型的1枚导弹，就是海基的。标6型的1枚导弹要350万到400万美元比爱国者还贵那问题是在它的数量有限它数量就目前我们所看到的资料是500枚，是那它已经打掉几枚我们不知道。那请问一下，他说好像这个伊朗的无人机像蝴蝶一般飞过来，我一听我就觉得我如果是美国的军人的话，我心里面就在滴血了。那如果蝴蝶一般的飞过来，然后在空中都被这个爱国者被这个标准的导弹所打下来，那是花掉多少钱？是，所以等于是那一波的冲突，美国又烧掉多少钱？而伊朗
才烧多少钱，这性价比极高啊。所以我个人觉得，对于美国来说的话，你怎么可能可以用这么昂贵的武器，一直不断的去消耗这么便宜的无人机？这简直是智商有问题。好，这是一个。另外一个，那也就是阿联酋的问题了。阿联酋到底要怎么做选择？阿联酋很明显的，他已经对于这个海湾国家，对于沙特，他们觉得不够强硬，他很有意见，他也退出这个 OPEC Plus 他也退出这个石油组织，他也要说我要自己去发展。但是问题就在于他又挨打了。为什么他又挨打？主要的就是因为他提供军事基地给美国人来使用，那就变成授予伊朗有反击的权利了。也就是说，只要是美国一直使用阿联酋的军事基地，伊朗就可以一直去打阿联酋。那你想想看，阿联酋，你除非你也介入战争，可是他真的介入不了啊。是。来，我们请教这个舰长怎么看？我们看到了有开始打了，可是川普说这是小打小闹，没有什么。的确小打小闹啊。那为什么小打小闹呢？其实我们可以从川普他所讲的就可以略知一二啊。他讲说，这个伊朗的这一个无人机像蝴蝶般，坠落坟墓。为什么？因为对于伊朗来讲，现在就是 case by case， 也就是如果他觉得是被攻击了，例如说我们看到这个有关于阿联酋的部分的话，他就会直接的发射这个无人机，就是来进行攻击。那如果只是数量这么少的话，其实他们是有节制的，也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 case by case。然后而且呢，他们其实双方都有自己的交战准则，也就是在什么情况之下你可以进行攻击，或者是你可以进行反击。所以的确是，但是如果美国要撤军很简单啊。我们看到现在在这个阿拉伯海这边其实是有2个航空母舰打击群，也就是分别是林肯号以及布希号打击群，以及一个也就是这个迪利波里号远征打击群，另外还有一个正在穿越这个印度洋的全世号打击群。全世号打击群你可以先叫回去因为他原来当初的角色也就是预备队，为什么他还是一直很持续的往这一个阿拉伯海前进？因为美国还没有死心啊。他为什么还没死心？因为他等着跟中国大陆完成了这一个习川会之后，他才要来做决定。他现在如果再继续发动大规模的攻势的话，其实按照伊朗他的一个反击的程度的话，他其实根本没有办法开会，他等于是天天都坐镇在他的那个空军1号上面。那我们讲什么叫做小打小闹呢？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他们针对这个伊朗的蚊子舰队，也就是我们这里用黄色的框框这样一个一个圈起来的，其实这一些都是小艇。那这些小艇呢，执行任务，也就是我们刚刚所看到的，为什么它都是小小的火光，而不是整个大规模的爆炸？其实这一种最好的反击方式，也就是使用阿帕奇的这种攻击直升机，或者是用海鹰直升机，直接带着我们看它发射的地狱火飞弹，或者是它使用机炮攻击。那为什么美国不断的跟大家打预防针说这个霍姆兹海峡有水雷有水雷是长成这个样子那水雷长成这样，炸到了是会长成怎样？不是像我们刚刚所看到的照片一样，而是我们看到这个在1991年的时候，其实迪利波里号不是现在我们讲的迪利波里号，是前一代的迪利波里号，它实际上被攻击了。我们看看这个时候，这也是被飘雷打到的。你看它那个洞这么大，那当时它所进行的救火以及堵漏绝对不是我们现在所看到想象的规模。至于说呢，美国它耗用了多少的飞弹？那我们看到刚刚赖老师其实有特别提到，也就是我们讲到说标准3型跟标准6型，那其实它的耗用的数量，我们看到它如果要进行回补的话，它经过64个月，64个月是5年或者是53个月
所以这个时间非常的长。那这个也就是伊朗已经算定其实他要回补或者他要使用，他都必须三思而后行。是，来请教文琪。应该说啊，看到美伊现在还会相互开火，还有包含我们的背板说这个引述这个 CIA 或是华友的部分，还有75%的移动发射车跟70%的飞弹的储存。这个数字就足以之前就一开始就狠狠的打脸了川普。当时候他不是告诉我们海空军所有的飞弹全部都被他消灭了吗？所以我说川普的 Taco 其实坦白讲，我觉得他是外强中干，底气不足。我为什么这样讲？他说哇，好像打小闹或是所谓的蝴蝶的飞落。我跟前子报告了，通常如果我们一个人身体好了，家庭和乐，你看他老婆的笑脸就知道了。你不用在那里自己讲说我身体很棒，会咬人的狗不会叫。所以你今天看到川普的 Taco， 我觉得就是看看就好，其实他的底气是不足。那我如果再引用刚刚我们讲的75、70，其实你去看美国 CSIS 的这个所谓的马克坎西尼讲的话，他说，根据他们2月28号开始打这场仗以外，花费就是被所谓被波及的228个美国15座的一个基地里面，其实他发现他们的这些消耗非常的大。而且他们的消耗需要时间，这些军火不管弹药需要回补。第二个就是说，他们说，这个部分的回补的状况下，不只要数年以外，他们的储存非常的够。换言之，你就知道美国其实在这一段时间其实是非常的尴尬，他只是在以拖待变。回过头来，你讲说他的所谓小打小闹，坦白讲，因为我们看到的最新的新闻是他在所谓的庆祝母亲节跟梅兰妮亚。结果他打错了，他把它打成 Melody， 当然不是台湾的那个 Melody 啦。你就知道，其实川普的状况非常的不好。至于阿联酋的状况，我只能这样讲，那就黑狗偷吃，白狗遭殃。坦白讲，但是这也是阿联酋自己的选择。当时候你相信美元霸权、美军等等，可是后来发现，即便有所谓的美军的保护，其实他还是顶不住。所以我觉得这阿联酋自己要好好的思考。到底要不要继续相信美国？至于我们看到的所谓的自由计划，各位如果去看一个详细的数字，就会知道其实非常的可笑。当时候他们派的他们所谓的飞弹驱逐舰，不管是包含所谓的梅森号等所谓的这种飞弹驱逐舰，乃至于阿帕基 AH-64，成功的把2艘挂了美国旗的护航成功以后。后来根据我们的海运组织，接下来在所谓的只有仅36小时的自由计划之后，其实你知道吗？没有哪一个国家，波斯湾的国家或其他这种3000艘停顿在那里，有任何一艘愿意跟着美国说那我跟着你的屁股后面出去？没有，答案是0艘。因此，我们今天来看这件事情。所有的东西，你只要让数据会说话。今天美国川普只是在期待一个状况下，他希望能够避开1972年战争法案的60天，可是他的底气不足。所以我说，当我们在看到这一场战役或是这场战争，你只能想说，一个想要当上帝的川普，其实他正在把美国拖入一个无止境的一个深渊，他变成了大家最讨厌的那个人。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真相。所以我还是呼吁美国适可而止，这就是答案。不过我们来看看荷姆兹海峡，当然是重中之重哦。现在那边的状况到底如何？每一个人的说法都不太一样。我们先来看看 CIA 已经讲了，他说伊朗其实有他的办法，他靠油轮续命，什么意思？我们先来看一下哦。这是白宫发言人他先讲了，他说我们美国有效的摧毁了伊朗，包括他的经济命脉所以是慢性的把他慢慢的杀死。这个财政部长也很乐观的预期因为伊朗的石油基础设施会被永久性的损害。可是呢，我们看到 CIA 的预估或是他们的评估看起来不是这么一回事这是机密的报告，由媒体给揭露。他说，伊朗他们现在有一招，他就是把石油存在闲置的油轮中，然后呢降低这个油轮油田流速来维持油井的机能因为一直油一直流出来，它让它越来越慢然后多出来的油，它把它存在这个油轮里头所以呢，预估还可以撑3到4个月，就是在这种很高强度的封锁它还可以撑3到4个月。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呢，伊朗对于荷姆兹这边已经正式的来做一个收费检查站
也就是说，你要往这边过，你要交钱，然后通过我的审核，你才能过去哦。所以伊朗成立了波斯湾海峡的管理局，并且你可以看到呢，有这样的一个海报哦。这个海报有人抓着一个像是这个布条的东西哦，意思就说永远在伊朗的手中哦，想说这个荷姆兹永远牢牢的被我掌握在手中哈。那另外我们看到呢，这里现在真的是状况很混乱。有媒体报道说，中国邮轮呐，在这个地方被打中了耶，甲板起火了哦，船身标 China Owner 哦。可是呢，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是中国外交部它有确认，这是一艘马绍尔级的这个马绍尔岛级的一艘邮轮，那里头的确有中国籍的这个船员。那它是一艘邮轮，它通过赫姆兹的时候被击中哦。可是呢，现在是甲板起火，没有人受伤，也没有人死亡哦。所以我们看到呢，包括前一阵子这个媒体的报道哦，就是在这个稍早之前讲说这是 China Owner 这个中国大陆的拥有的船。可是刚刚中国大陆外交部确认哦，那它只是这个有中国籍的船员在上头。那另外我们还看到呢，包括南韩的这个邮轮看起来也说也遭到了攻击哦，说出大事。那伊朗的大使馆说跟我们无关哦，所以这边其实消息蛮混乱的啦。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呢，前一阵子不是在白宫的一场晚宴，我们看到有枪手跑进去要杀川普未遂。那现在呢，他的动机疑似动机曝光了。可能就是不满伊朗战争哦，因为对很多广大的美国人民来说，生活越来越困难了。所以美国零售业的高管们做了一个警告，他说油价飙升在美国现在美国人钱快要用完了哦，所以这个恐怕呢，对这个川普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跟压力。另外，我们看到桥水联合基金的创办人达里欧他也讲了，他说美国即将心脏病发。3大秩序全面崩坏，伊朗战争有可能会终结美元的霸权，因为现在美国每一年要支出7兆，收入是5兆你就是很明显的有赤字嘛。那另外呢，他就说现在我们的这个美国的这个债务的这个总债务已经达到年收入的6倍了，所以债务危机3年内爆发的几率已经上升到65%。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包括川普真的是屋漏偏逢连夜雨，现在美国法院再一次的裁定他的10%的对等关税不成立，已经超出行政的权限因此相关的措施不成立。来，我们请教老师。川普的讲话常常被他们自己的政府机构打脸这个真的是情何以堪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讲话如此的鲁莽，如此的轻率，如此的随便。CIA 他们还是一样又再度的公布说，伊朗的油井不会爆，不会像川普自己所说的，他已经随时要爆炸了他因为它没有足够的储油设施，没有足够的船，然后伊朗的油就不断的在抽的过程中它满了，那它如果再不装的话，它就要爆炸了，所以伊朗完蛋了，伊朗的经济，伊朗的油井，然后伊朗的这个油田完蛋了。但是当时有美国一个大学的一个教授他跳出来了，他是地质学家，他说不对，他说伊朗的油比较特殊它的油层的结构比较特殊，它是吸取式的所以它不像页岩油一样说是挤压式的，所以它是吸取式的，只要维持它的流动，那它是可以控制的，也就是我可以多抽一点，我可以少抽一点。那这样的话伊朗的油基本上不会像川普所说的那样好，但是这是大学的这个研究的结果。可是现在是政府机关了 ，CIA 他跳出来说了。他说，他们也经过情报的收集调查，他们发现伊朗的空的油轮还有就是比较老旧的油轮，但是都可以装油。那因此他们还可以维持3到4个月左右。可是如果伊朗成功的把它的油轮这个成功的穿越了赫尔木兹海峡，躲开美国的这个封锁，一样的运到亚洲国家来，例如说运到中国大陆，然后来卖。然后空的油轮成功的
回去，因为他曾经成功好几艘，又回去也有失败的。那成功的回去以后，一样又可以填满它的油，而且常常一个油轮就100万桶、200万桶的油。那这样的情形又可以往后再撑一段时间。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走里海，走这个陆运。那这个当然它的运输量就没那么大。还有一种办法是他跟俄罗斯做交易，也就是说俄罗斯帮他卖油，他把油给俄罗斯，那是透过里海那边把油给俄罗斯。这各种办法都可以有，都可以变通。那这样的话，川普的这个经济封锁就不可能达标嘛。那也就是说，现在美国很多的机构都在告诉川普，尤其是情报机构，他是很负责任的在告诉川普说，你要透过战争军事手段让他屈服，看起来是达不到了。你要透过经济手段然后让他的这个经济来源断绝，要他屈服，看起来你也达不到。那既然你的最大的工具都达不到的话，还有必要再这样子打下去吗？就是不战不和不退不让，小打小闹，这样子一直不断的烧钱，然后5、6万的大兵放在那个地方，每一天烧5亿以上，因为没有战争就是5亿嘛，一旦有战争那就是10亿到20亿的开销。那你每天放在那边5亿这样烧，你还想跟中国大陆竞争？中国大陆是持盈保泰，你是不断的在发动战争，在烧钱，你怎么可能赢得了中国大陆？你怎么可能不被中国大陆追赶超越？所以所有的战略学家都说，川普你到底有没有脑袋？你一直说你要让美国再度伟大，你一直说你要摆脱中国大陆的纠缠，你要遥遥领先，可是你的所作所为都是让中国大陆超越你。好，那现在您看桥水的这个基金的 CEO 已经直接提出警告了，其实你信不信的问题了。因为这个是一个科学的数字，科学的数字就告诉你说，美国的每一年的支出就是这么的多，例如说7兆美元，可是你的收入就有5兆，是，你就明明白白的每一年贴2兆，可是问题是你的收入如果只有5兆，你贴2兆，那你的赤字就越来越大，大到有一天政府完全都在支付利息的情形下的时候，你根本军队养不起，警察也养不起，你所有的公务人员都养不起，你最后只有一条路走，你就是破产嘛。那怎么会都听不进去呢？我觉得美国民主党跟共和党，你们有一点点财政纪律吧，不要把你们自己的国家、把你们自己的政府整个搞垮。是，来舰长。我们前一段时间听到美国中央司令部他特别宣布也就是他们有对于中国大陆通往伊朗的这个中伊铁路在伊朗境内段呢进行攻击。他为什么要攻击？是闲得发慌吗？那当然不是嘛。那我们来看这个就是中伊铁路的一个路线那也就是刚刚赖老师讲的，我们从海上运不了，可不可以从陆路呢？可以，直接从陆路就可以运到中国大陆境内，而且呢，或者是呢，它可以运到乌兹别克或者是哈萨克来洗油或者是来透过里海运到俄罗斯来进行洗油，也就是呢，那个油其实是伊朗的，但是呢，它直接卖给这个俄罗斯，那由俄罗斯再来卖，又成功了。那我们来看到这个铁路呢，那的确是它的运量不如超级邮轮但是呢，这个是2013年就已经通车的。那也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它可以从伊朗一直经过哈萨克，然后到这一个土库曼，然后一直到中国大陆。那这条路目前是通的。中央司令部公布完了不到3天，也就又恢复通车了。为什么？因为那个钱在哪里，心就在哪里那另外呢，现在其实川普真正遇到的问题是他怎么样应对他的一个期中选举的部分。我们来看这个是这个我们讲到说这个《经济学人》他每周的公布这个有关于川普的民调的部分，我们看到他又跌了那个21%的部分他比起他的第一任都不如，那更不要讲拜登了。而且现在大家真正重视的是什么？
我们来看这么多的议题，有关于移民啊，或者是有关于这一个市民的权益啊，其实大家真正最重视的是经济呀。结果你的经济一塌糊涂，为什么经济一塌糊涂？因为其实你两边都空了，因为你当初是怎么告诉美国的这个百姓的？也就是说，从这个对等关税抽出来的税是可以退税的，就是说，他们可以退到每一个家户，让大家不用交所得税之外，还有另外一笔收入。结果美国大法官现在说不可以，你不可以再继续磕了，死了。但是呢，现在当然也有很多的这一个进口商也要向川普申请退税，退什么税？也就是你的对等关税啊。现在既然说不能磕了，那我要把之前的挖回来。那挖得回来吗？当然他会利用各种方式，你的格式不对啊，或者是你各种品项啊，他各种挑战，反正就是不让你领回去。但是这个会不断的重挫这个我们讲到川普他在国内的一个声望。那另外我们讲到这个桥水基金的这个达里欧啊，他其实之前写过一本书叫做《变化中的世界秩序》。那这本书里面他特别强调了，也就是帝国兴衰的3大周期。这个3大周期我们看看啊，如果从第3到第4的话，也就是从和平繁荣到财富与政治分歧逐渐扩大，我们其实现在看到的美国，甚至连4都不是，应该是第5了，也就是财政状况恶化且冲突加剧，不是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接下来美国实际上来讲，它的状况只会越来越差，所以它没有办法继续的驻军在这一个中东或者是霍姆兹海峡。请教文琪。应该这样讲，当我们看到了美国 CIA 说还可以撑3个月到4个月，乃至于刚刚我们看到了所谓的伊朗每天损失高达5亿美元的这些数字，我其实高度的怀疑 CIA 的相关的干员或是他们局长会不会给不喜欢听真话的川普给 fire。因为事实上又证明川普其实又在 tackle 甚至在说谎的一个状况。因为我们如果来看相关的数字，包含看到前阵子美国的战争部长赫格塞斯跟他们的代理主计长赫斯特已经证明了，就在这一次的这个发动的这个战争，其实他们自己初步估计，我用初步估计200亿到250亿。可是如果你更稍微把它放宽，包含所谓的基地的受损，那些周边的，其实高达500亿美元、400亿美元。其实这个我都有时候都会想，会不会就是他想要从台湾捞那400亿美元的那个数字？就很奇特的一个状况下，因此我们讲，包含看到了那个整个的花费，不管是400亿、500亿美元。刚刚我们的赖老师有讲到，各位知道吗？一架所谓的死神 MQ9。的造价是3000万美元，换言之，这种烧钱的模式，其实海水退去，谁没有穿裤子，立刻就见真章。因为经济结构决定了下层包含军事能够打多久。回过头我们来看，当然所谓的中国的部分跟南韩，我觉得比较不是重点。那个部分反正就各为其主，大家自己讲自己。倒是所谓的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个白宫晚宴枪手，要看到一个状况，美国现在处于的就是内忧外患。如果外患，当然我们不要讲一开始世界各国根本不买单，包含所谓的西班牙的那个军事基地开的这个枪，你只要看到的内忧。现在美国对于民众对于川普经济满意的数字只有屈居31%。那他的不满意度就是他的民调，其实大概都在3成5上下一直爬。所以为什么美国川普他非常的担心？因为他的期中选举包含所谓的油价，所有的东西，甚至连原本支持他最大的族群球，所谓的 MAGA 的族群，都因为当时候分成2派，一个是赞成他应该要优先把所谓的重心放在国内，而不是放在国外发动战争。连他自己的内部共和党的支持者其实都分裂的状况下，我觉得川普的底气不足，真正的原因就在这里。回过头我们看桥水的这些事情，坦白讲，你会觉得很讶异吗？因为典型，不管你是支出7兆，每年收入5兆，对不起，那就是气血不足，入不敷出。简单讲，你顶不住，因为你如果回过头去看，包含最近我们说下个礼拜我们的美国川普要带着这些所谓的企业家去，到现在为止瞧不定呢。到底是24个还是所谓的几百家？结果他们的美中贸易委员会的这个会长，他是代表了270家的所谓的这个谈生。
都直接跳出来说，到底美国川普到底要做什么？所以我们看到了一个不具名匿名的白宫的官员说，其实真正对于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大的鸽派，其实就是我们川普，这才是真正我们看到的真相。所以你不要看他每天在那里吠来吠去，其实他就是一个商人，甚至我讲，就是一个跳梁小丑，就是这样子。好，我们来看看中国大陆哦，前2任的国防部部长，大家还记得吗？包括魏凤和跟李尚福，他们在同一天被判死缓哦，2个人都被判死刑，缓刑2年哦，就缓执行2年。这是呢，习近平发动反贪腐运动以来，对于高级将领的量刑最重的一次判决。那包括解放军的这个日报也都说，军队是拿枪杆子的，军中绝对不能有对党怀有2心之人哦。这2个人中箭落马，并且被判死缓，有分析出来了。他说：“不要忘了还有张又侠。”这2个人就是已经被判这个死缓的魏凤和跟李尚福，他们不如同样落马的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还有张又侠还严重，没有比他们2个严重，都被判死缓了。那这2个还没被判刑的刑度会怎么样呢？外界也非常好奇。不过我们再来看看美国这里那我们知道呢，川习会即将要登场了。可是，川普要到中国大陆之前，跟伊朗会谈成协议吗？这是川普自己讲的。他说他出发前，他跟伊朗的协议就会达成他非常有自信可是外界还是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我们再来看看，包括这个下一个礼拜的所谓川习会全世界都在看。那美国的贸易代表就说会谈中国采购伊朗的石油问题，因为刚刚其实来宾也都提到了，伊朗的油卖给了谁呢？有部分可能被中国大陆给吸收了，所以美方就指控说，你中国大量的购买伊朗的能源，那你等于就向德黑兰，也就是伊朗的政权提供财务支持，所以呢，他们希望这件事情可以被阻止所以在川习会，我们看到格里尔他就提出来这件事情会摆在台面上被讨论。而另外呢，伊朗战争会是主角吗？如果是的话，这些随团的美企高层还要去吗？所以我们看到 CNBC 就做了一个报道，他说本来有很多企业想要随团，跃跃欲试，可是现在看起来被砍半被减半，那缩水了。那为什么呢？因为呢，美国政府他考量到一件事情他说如果这么多的美国企业跟着川普一起登陆到这个北京去会出现一个景象。就是美企与北京重拾热络的形象，他们不想要让这件事情发生，所以干脆就减半这个限制或者是把这个所谓的企业代表访问团给缩水、给减少。那另外我们看到王毅当着这个美国参议员的访问团喊了一句话，他说要扣好中美第一颗扣子，这是中国大陆经常会说的话，意思就是说。你这个共识要出来，第一颗扣子有没有？我们这衣服的第一颗扣子要先扣好，底下才不会乱。如果你第一颗扣到第2个这个扣子的洞里面，那你底下怎么扣都扣不起来这是中国大陆他们经常拿出来的话语，就是你要把这个找到真正的相处之道你要解决彼此认知的问题，扣好这个所谓的第1粒扣子。那这第1粒扣子会是什么呢？大家想一下。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呢，路透西方的媒体就说，这一次的川习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共识啦，最大的成果只剩下合照他认为川普此行难突破，潜在的风险高。那当然，各家媒体、各个这个学者、专家都会提出不一样的见解。还有1个礼拜，这件事情就会发生。我们看到日本人现在对川普、对美国是不是也开始有一点点迟疑了呢？我们看到在川习会前夕贝森特跑去日本访问那他要做什么呢？抑制日元投机，还有包括稀土的合作那当然也有伊朗战争等等的议题，预计跟高市早苗等官员会面。而另外我们看到呢，日本尤其是高市早苗，大家说是川普的铁粉对川普非常非常的热络。那现在也要弃川普了吗？
日本雅虎新闻有一个民调，只有5.9%的日本人认为川普的政策非常好，有高达83.7%的人认为非常糟糕哦。所以南华早报就有一个评论，他说，当前日本的国内对川普政策的失望情绪已经蔓延开来了，所以呢，就连之前坚定支持他的日本保守派也开始动摇了，对美日安全同盟的担忧也日益加剧了。以美啊，在全球到处蔓延。来，老师，大陆的反贪腐已经形成了一个机制了啊。我想，其实如果再用从政治的角度去分析，那是研究的怠惰啊，也是研究的不用功啊，因为这样最安全。然后反正什么东西也不用努力的做研究，就说哎呀，就是政治的因素。其实这个就是一种研究怠惰啊。为什么我们会说成把它很强烈的说，它就是一个反腐机制？因为大陆的做法是这样子，就是说，如果你涉及贪腐，你涉及贪腐以后啊，你重大的这个贪污，你的数额很大，数额很大，不但全部的财产都要没收以外，那个人可能还会有那个判决死刑的可能。那如果你要避免你死刑的话，你就必须要戴罪立功。那所谓的戴罪立功，就是说你要从你开始贪腐起，要全部都交代出来。可能你是在科长的时候你就开始贪腐了，那你就从科长、师长，然后到部长，你就沿路上你都要交代清清楚楚。那你在交代清楚的时候，你贪腐有上手有下手，还有旁边的，那这个就是形成了一个葡萄串了。那他们的做法是查到哪里就办到哪里，也就是说你检举了，你说我贪腐的过程中谁是我上家，我行贿给他，所以我才能够升中少将。那因为我送礼过去了，所以我升了少将了。然后我收了钱，所以我把谁提拔上来，所以谁是被我提拔的那个人就倒霉了，那个人也要被查。那谁收贿的长官也要被查。其实这两个人就是这样子，一个这样一连串。最早是在火箭军的时候，有一位被发现有贪腐。就一直查下去，就整个火箭军的高管全部都拔下来。李尚福他们其实魏凤和他们都是好，所以我个人觉得说，大陆的这种反腐的力道之强烈啊，是史无前例啊，而且在全世界绝无仅有。那换言之，也就是说，这样的一种反腐的机制一直走下去的时候，这个国家、这个政府、这个公务人员的团队，它基本上来讲会相对来讲很干净，它的正义公道会激起更多人的士气，因为拒绝贪腐的这些正义的人，他就更有机会上来。为什么？一个贪腐下来就空一个位置嘛，然后另外一个人上来，如果他又涉及贪腐，他又下来又空出位置来，所以总是会有一个没有涉及贪腐的人上来了以后，那我们看到这个公道就出现了。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机制，台湾可以学啊。可是问题就在于台湾为什么不学呢？美国也可以学啊。川普就摆明了他带他的家族一起贪啊，但是问题就在于你没办法抓他，这个简直是，而且他有一堆官都在贪啊，你也没办法抓他。那台湾不也是这样吗？一堆贪污，我们都知道，常常就听到哪一个小官又收了什么钱，哪一个又收了什么钱，但是我们怎么从来没有人抓呢？哎，帮个忙，学一点好的吧。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我们请教舰长怎么看接下来有几件大事发生，包括川习会要登场。我们看到这个川习会要登场的话，其实如果以这一个经济学人它的一个封面啊，来从之前到之后啊，其实都做的那个恰到好处啊。他在这个时候，也就是川普正在打伊朗的时候，他在这边写的是拿破仑的那一句话：永远不要在你的敌人犯错的时候打断他。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也就是其实互疑的一个高峰会，也就是事实上可以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目的或者是结果呢？其实并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其实双方面呢都非常的强调以结果为导向。什么叫以结果为导向？也就是对不起，大家都拿那个东西来换。那美国可以换的，
美国在手上的可以换的是什么？那也就是大家现在最担心的有关于台湾的部分了。那至于中国大陆，它现在的工具箱里面的工具可多了。那另外我们谈到有关于中国大陆的这些将官的部分呢，那刚刚大家一直都没有提到，就是有关于张又侠以及刘振立这2位上将，他们的为什么不在这个里面？因为他们我们刚刚讲到的魏凤和跟李尚福的贪腐不一样的，他们2位不是贪腐，他们2位其实是挑战了这个中国共产党所强调的听党指挥的部分，也就是这2位呢，也就是我们讲到的张又侠以及刘振立，他们最后也就是还在被办之前，他们到底在做什么？他们在做的也就是想要通过军官服役条例以及军衔条例，意思也就是以后大家论资排辈，你时间到了你才可以升。那这一个部分呢，其实也就打破了这个有关于这个中央军委习近平他所想要破格拔擢的这一条路径。这个路径只要一断，那实际上来讲，真正影响最大的，也就是解放军是不是还能够进行军事事务革新。我们现在看到解放军他为什么都是弯道超车，而且如此成功，意思也就是习近平他拔擢了适当的人到适当的位置，所以当大家还搞不清楚无人机是什么的时候，他们已经做到了有关于集群式无人机的部分。那这个也就是我们看到张又侠跟刘振立或许这个挑战听党指挥所判的刑会更惨。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我们最后时间留给文琪。我觉得如何看待魏凤和、李尚福，或是所谓的张又侠，我觉得我这个还是要呼吁一下中国大陆啊，就是不要让人家猜，如果有就有，就把证据拿出来，否则大家就像刚刚赖老师讲，大家都不做功课，全部都用所谓的政治阴谋论，其实对于中国大陆大国崛起的这个自信或它的形象人设是不好的。这当然我们是希望它好好的进步一下。那我反而觉得我们更应该担心自己国内我们的军备像军购最近的一些案子。回过头来，我们来看一下所谓川普这个，因为即将要去，我觉得套用一下以色列，也就是美国驻以色列前大使这个夏皮洛说的啦。基本上，为什么他说他要在24小时内赶快把这件事情搞定？因为他不希望当他去中国大陆的时候，他是用一个请求者这3个角色。请求者的角色去，可是我刚刚提到，不管是我们刚刚讲 CSIS 的坎西安讲的，其实他们在发动这场战争前的所有的弹药就已经准备不足，所以你就知道，其实川普是觉得也可能在逮捕马杜罗的时候实在太顺手了，所以他觉得他可以轻易拿下来。可是事实上，伊朗是一个硬骨头。回过头你来看说他们现在讲哇，中国大陆你不能买伊朗的石油。我只问一件事情，记不记得我们的印度大使回应欧盟的时候，我们买1个月